他将钢钉凿进冰面，抱起养了12年的老狗，随后狠心地扔向对岸。可他并不是要抛弃自己的狗狗，而是想让他拉动数吨重的浮冰。I got a doggo! Hey! 面对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多哥却是义无反顾地向前。零下50度的天气，他只能将利爪狠狠地插进洞筒，俯身艰难地前行。即便绳子被绷得笔直，浮冰仍旧纹丝不动，甚至无情的海浪还试图将他拉回。可凭他一己之力，根本不足以对抗大自然的力量。但多哥并不打算放弃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主人唯一能活下去的希望。身后的同伴们也纷纷为他加油打气。多哥几乎耗尽全部体力，可他还是奋力最后一搏。浮冰竟奇迹般的被缓缓拉近，男人趁机解开绳子，让狗狗们拉着雪橇成功跳到了岸上。多哥凭借一己之力，将主人和同伴从死神手里拉回。虽然化解了这次危机，但是他们的脚步还不能停下。为了年迈的多哥能休息休息，男人将他放到了雪橇上，不料狗狗却径直跑开，重新回到了领头犬的位置。Come on, for once ride in the sled. Stay. 即便主人下了命令，他仍要回到自己的岗位，眼神坚定地目视前方，因为还有一个镇子的小孩子正等着狗狗们救命。原来就在1925年美国的极北之地，突然爆发了一场白喉病，细菌在所有小孩子之间肆虐，患病不出1周，孩子必定命丧黄泉。然而唯一能救命的血清却远在千里之外，市里引起高度重视，势必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血清送到前线拯救孩子。可是恰逢100年难遇的暴风雪，汽车和飞机都无法驶进，唯一的途径就只有让雪橇犬护送。而为了保证血清的活性，必须要在6天内完成这项任务。就这样，20个雪橇夫带着150只雪橇犬，踏上接力护送血清的生死时速。而多哥正是带队跑过这425公里最艰难的路段。可谁又能想到，这只最为勇敢的雪橇犬却遭到过主人多次的抛弃。还是幼年时期的多哥是个连潘虹园区都关不住的二哈，天天在地里打洞越狱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会跑到主人面前炫耀 I catch you, you'll be sorry. 由于经常打扰瑟帕拉工作，心烦意乱的他只能将多哥锁进屋子里。夯实的硬土绝对让他无能为力。本以为这样就能清静一点，谁知狗狗只是看了一眼天花板，心里就有了一条完美路线。他推开挡路的玻璃罐，踩着一个个箱子，顺利来到房梁上。不一会儿，狗头就从烟囱口钻了出来。女主人见状也爱上了机灵的多哥。Good luck, little one. 而正在训练雪橇队的瑟帕拉又被多哥给搞崩溃了。他第2天便将狗狗送给了朋友。看着笼子里可怜的多哥，妻子感到十分的不舍，可她却无法左右丈夫的决定，只能祈祷朋友能善待多哥。隔天2人正在修缮屋顶，不料朋友却将其送了回来。对方也忍受不了他的好动，虽然妻子心里乐开了花，但是却没能改变男人送她离开的决心。这次他们驾驶马车把多哥送进了城里。新主人的条件十分优越，同样也是个爱狗人士，他非常喜欢可爱的二哈。在瑟帕拉的提醒下，女人将家里门窗牢牢锁死，可她还是低估了多哥对自由的渴望。只见狗狗朝着窗户就冲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瑟帕拉偶然间发现那个熟悉的狗头正在山头眺望着自己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距离城里上百公里，多哥是怎么一路找回来的？而当来到山下，瑟帕拉试图抓住捣乱的多哥，竟发现狗子一脚都是鲜血，他的心也跟着软了下来。随后将多哥放到雪橇上歇息，不料狗子却挣脱了束缚，毅然决然地站在排头的位置。可是想要当一只领头犬，必须得从基层做起，于是瑟帕拉将他拴在了最后一排。多哥第一次当雪橇犬就遭遇了同事的霸凌，可是以他的高情商，立马就化身奶萌小舔狗，瞬间就把同事给整不会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瑟帕拉惊讶地发现，小小的多哥竟还是个卷王，速度远超同排的老员工。于是他给了多哥一个机会，把他向前挪了一排。没想到小家伙表现得更加卖力。等回到家时，多哥已经晋升到了领头犬的位置。瑟帕拉兴奋地向妻子分享，多哥简直是为领头犬而生的狗子。You should have seen him. He outran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. He's got the heart of a survivor. 多哥用实力证明了自己，也成为了瑟帕拉最强力的领头犬。他带领着狗子们蝉联了阿拉斯加雪橇赛多年的冠军，成为了小镇最出色的雪橇队。然而这天白喉病席卷而来，瑟帕拉临危受命，要带领雪橇队前去接应血清。可是如今的多哥已经12岁高龄，早已没有当初的活力。妻子劝他别带上年迈的多哥，可瑟帕拉却表示，只有多哥能完成这个任务，这是为了救孩子们，容不得半点差错。时间非常紧迫，天还没亮他就匆匆告别妻子。此次征途异常凶险，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否能平安归来。临走前，妻子跪在多哥面前嘱咐 Good boy. You bring him back to me, okay? And you come back to me. 瑟帕拉带着全镇的希望，踏上了一场与死神的赛跑。即使前方的雪山已经被风暴吞噬，多哥也是一马当先，义无反顾地带领兄弟们冲进黑暗。他们刚刚艰难地翻上高山，可转头又遇上了另一个难题。由于下山的路太过陡峭，瑟帕拉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。可是刺骨的寒风还是迷了他的双眼，狗子们一个劲儿地埋头俯冲，根本没意识到前方就是万丈悬崖。唯独多哥注意到了危险，
立即刹车并回头提醒。瑟帕拉见状也是连忙掏出冰镐，可刚站起身就被狗子们的惯性拉倒。他们一路向着悬崖滑去，眼看就快坠入深渊。冰镐竟幸运地勾住硬石，终于在距离悬崖1米不到的地方停下。瑟帕拉大声地呼喊多哥掉头，可是狗子们都被吓得不敢动弹，仅凭多哥一只狗也无法拖动另外10兄弟。于是他开始鼓动大家，有序地跟着自己向上爬。多哥发挥了他强大的领导力，带着兄弟们成功把雪橇拉上坡。 Next time I go the wrong way, you tell me to go to hell. Good dog. Good dogs all. 刚刚化解了一次危机，可瑟帕拉竟惊讶地发现多哥的爪子早已磨破，他们不得不来到最近的站点休整。好在有个印第安女人懂些简单的医术，亲自帮多哥处理好了伤口。可由于白天走错路，他们耽搁了不少的时间。为了能及时拿到血清，瑟帕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要带着狗子们横穿海湾。可看似平静的冰面却隐藏着巨大的危机，而与此同时，镇长也计划着助他们一臂之力，派上10多支雪橇队前往瑟帕拉可能走的路径，在半路交接血清，以节省宝贵的救命时间。可无奈当时通讯技术落后，瑟帕拉对此毫不知情，只知道一味地向着站点前进，但长时间没有得到休息，精力耗尽的他已经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。就在一队交接员整理打结的拉绳时，瑟帕拉正好从身后路过，后知后觉的队员发现，奋力地追上去呼喊，可声音却被呼啸的狂风掩盖。望着瑟帕拉的身影渐没于远方，交接员的希望也随之被一点点抽离。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，他被彻底淹没在如潮水般的绝望中。片刻后的一声犬吠将他的头颅扶起，只见瑟帕拉带着希望折返，原来是多哥敏锐地察觉到他，及时叫停了队伍的步伐。终于拿到了血清，他们又回到驿站养精蓄锐。看着狗狗精疲力竭地躺在地上，交接员劝说他留下多哥。 I'll take good care of him. He's my lead. Now do yourself a favor and tend to your own. 虽然知道对方没有恶意，但瑟帕拉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因为对他而言，多哥早已不是一条普通的狗，而是陪伴10来年的家人，同样还是他雪橇队的灵魂。缺少多哥的话，根本无法及时拯救孩子们。这次他们补充好了精力，马不停蹄地开始返程。可是他再次选择了横穿海湾。Cephala! No! 虽然昨日侥幸成功通过，但是今天的天气显然更为恶劣，冰面上开始不断地产生裂纹，稍有闪失便会功亏一篑。可不幸的是，很快他们就遇上了难题，断裂的冰层阻挡了前去的道路。好巧不巧，指南针也意外损坏。就在这时，多哥带领着队伍奔向了左边。失去方向后的瑟帕拉只能选择相信多哥。可偶然间的回头，他发现了一块倒塌的冰山，瞬间掀起的巨浪无情地撕裂着周围的冰面。多哥临危不惧，凭借自己老道的经验，从危机四伏中成功找到了一条生路。眼看海岸就在眼前，队伍却慢慢停下了脚步，他们被困在了浮冰之上。瑟帕拉只能将希望全都寄托于多哥，而这条老狗也不辱使命，凭一己之力带着兄弟和主人成功上岸。但此时的多哥四肢布满了伤痕，身体也已经累到虚脱，他们只能再次来到印第安人的站点救治。看着怀中狗狗的伤口，女人不敢想象他是怎么坚持下来，她满脸泪水地为多哥感到惋惜。Pine stings horizon. 无奈瑟帕拉听不懂印第安方言，不知道多哥的生命快到尽头，但他也很是心疼陪伴多年的老伙计。可是为了镇上的孩子们，他们没时间等多哥养好伤病。虽然瑟帕拉也坚持让多哥休息，但他总是会挣脱，坚定冲到队伍的前方，势必要坚持到最后一刻。见状，瑟帕拉也不再强求，只能遵从多哥的意愿，开始了终点前的最后一段冲刺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风雪越来越大，能见度甚至不足10米，分不清方向的他只能拜托多哥。 I'm sorry. I can't help you. I can't see. We need to get to the next roadhouse. 瑟帕拉相信多哥有能力带领队伍走出迷雾。随着天色渐渐暗下，男人终于累倒在了雪橇上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刚刚苏醒过来，就发现雪橇不再前进，狗子们也全都累趴下了。看着呼吸极其微弱的多哥，他内心慌到了极点，不停地哀求多哥振作起来。 We can't stop. We must keep going. Listen to me. If you stop, you die. 不只是多哥，倘若今晚到不了驿站，整个队伍都会死亡，镇上的孩子也会彻底失去救援。可无论他怎么哀求，多哥也没有丝毫力气回应。就在男人濒临绝望之际，身后竟奇迹般亮起一道光。驿站的接应人员发现了雪地里的瑟帕拉，原来多哥一直把队伍带到了驿站门口，才实在坚持不住倒下的。 Magnificent. Temper! Inside! 瑟帕拉抱着这个老伙计回到屋内取暖，接力员成功把血清送到了小镇，而记者为了抢先报道，把最后一棒的领头犬拍了下来，还称他为此次运送行动的最大功臣。而与此同时，最大功劳的英雄却奄奄一息地躺在驿站。不过好在所有孩子都成功获救，多哥所付出的努力并没有付之东流。休整了2日，瑟帕拉决定带多哥回家，
这次他走在最前方，陪着老伙计走完这最后一段路程。虽然报社宣传错了狗狗的功劳，但是小镇的居民全都知道多哥付出的努力，纷纷上门来看望狗狗。一直到夜里，家里还不停地来人拜访。小女孩送来亲手做的礼物，感谢多哥的救命之恩。她担心地询问 Mr. Seppala, is Togo going to die? 男人瞬间愣在了原地，深深的愧疚感涌上心头。他没做任何回答，转身独自走出家门。妻子连忙追上去安慰丈夫，说多哥不会有事的。而男人非常的自责 I have run him to death. I have. And I'm not at all prepared. 好在多哥最终凭借顽强的意志保住了生命，可是右前爪却落下了终生残疾。不过生活还得继续，瑟帕拉必须去训练新的领头犬，但被留在家中的多哥却不舍得与主人分别。望着对方背影不停的呜咽，多哥很想再次与主人并肩作战，于是他像小时候一样越狱，带着伤残的小腿奋不顾身地追逐瑟帕拉的步伐。渐渐的，他好像失去了痛觉，如重获新生一般肆意的狂奔。而此时的瑟帕拉也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动静，他回头的一瞬间，仿佛看到了儿时的多哥正奔向自己。瑟帕拉总认为多哥是为了雪橇而生，直到这一刻他才清楚，对方一直是为自己而生的。他们一人一狗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纽带，这正是多哥在面对未知的危险时从未退缩的理由。他的眼神中始终闪烁着坚定的光芒，那是对使命的执着和对主人的信任。在往后的2年里，多哥留下了许多的后代，直到那年的严冬才永远的离开了大家。2011年的《时代周刊》也将多哥评选为有史以来最英勇的动物。